已经2分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开始咱们今天的课程。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呢是这个陆亦菲的这张摸骨，或者你称之为小写意作品也可以也可以。其实呢，它就是一种摸骨的笔法，摸骨的技法。那么陆亦菲我们刚刚讲到，他是这个中国美术学院就是前身浙江美院的这个中国画的老师。那么他的这种画法呀，影响了浙江美院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这个花鸟画，影响了好几代人，包括现在就是当今现在中国美术学院里边的一些老师，花鸟画老师，他们的画法呢还沿用了还与这个有一些相似，包括整个浙江这一片的很多的比较有名的一些画花鸟的这个名家他们的技法呢也是受到了陆亦菲的这种影响很深因为呢可能大部分都是他的学生，对吧？同时我们也知道陆亦菲呢也是被称为海派4家之一4个花旦之一，海派4花旦之一，对吧？我们知道的这个江寒汀张大壮、唐云陆亦菲。今天晚上用的是这个淑轩淑轩，那么老师用的是淑轩卡纸用了卡纸。好，那么这幅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这幅作品首先呢，我们同样是来分析一下作品，好不好首先分析一下作品。那么这个画的是一个海棠花海棠花。那我们看这海棠花它是分为2支最主要的是2支，对不对？一支上面一支和下面一支上面一支向上，下面一支呢先下，然后花呢也是向上的，对吧？2支。同时我们看看它的一些这个花看看一些花。那么花的朝向我们看看，首先呢再来分析一下花的朝向。那么花最主要的一支是下面这一支的花，对不对这一团的花是画面的一个主体的花，那么它的一个朝向有正的、侧的、再侧的为明确引导使用私信被警告了这个是我们再来看这个花这个花呢是中间这下面这一块它是比较主体的，那么它是向4周这么散开，对不对？向4周这么散开。那么上面这一块这一块的花呢，看看这一块的花这一块的花呢又是朝这边，对吧？是朝这边。上面的花是朝下，那么又形成了这种呼应，包括这种叶子它先下来再上去这边呢上去，然后花下来等等，这些关系都形成了画面的这种呼应关系，并且我们看树枝它的这个出枝上面的出枝我看到没有，是这么横过来上去，那么这边旁边呢出一个小枝，对吧？出一个小枝。小枝这边又来一支进行一个交叉与这边下面的这种方式呢都很相似，那么我们要注意这种的构图方法出枝的方法，它是比较简单实用但是呢，只要你运用好了同时还会运用到一些咱们一些什么构成的一些理念，比如说什么重复构成，对不对等等或者这种比如说有的画面它有很多一样的，比如说绣球花呢一朵一朵一朵都是圆的，对吧？那种就有一些重复的这种感觉，对不对？好，下面呢我们再来边画边讲具体的内容呢我们边画边讲。好，首先呢我们定一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出枝的位置，那么同样第一根枝是在纸的1/33/1线稍微偏下一点，那么在中线的偏上一点的位置这个位置要注意，你不要画在正中间，也不要完全画在1/3处，画在1/3处有可能就画不下了所以要画在中间偏上一点的地方，我们出枝第一个枝子好，下面呢我们可以先从这根枝子我们先确定这根枝子的位置。那么他画的这种这个枝子呢是刚刚之前同学们说到的类似于小写意的这种技法，对不对
哎，先用淡墨，淡墨调一些赭石都可以啊。淡墨里边呢加一点赭石，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它用的都是这种干笔啊，用干笔。墨色不要太重啊，一开始不要太重啊。它不是用的撞色法啊，不是用的撞色法。好，我们看一看1/3处啊，看一看啊。那么我缩小一下画面，大家能看到整体的啊。哎，正好今天这个纸1/3处啊，或者是中线啊，中间大致中间偏上一点点的地方啊，偏上一点的地方就在这儿，出枝，对吧？出枝。一开始呢，不要画的太重啊，一开始不要过重，也不要画的太粗啊，一开始也不要画的太粗太重啊。我们先呢把这个位置给它标出来。好了，那么到这儿啊，中间这一块呢又有一些叶子啊，要留一定的距离。你把握不准呢，你可以多留一点啊，宁可多留一点，别留少了。哎。类似于写意，对吧？类似于写意啊。好，那么停在哪儿？大家看看左边这个图，正好是停在纸的1/3处，对吧？纸的1/3处停下来，用这种书写性的线条啊，你可以当成小写意这么画。现在啊，可以当成小写意这么画。那么今天为什么选这一幅呢？我们会用到的这种墨骨技法，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平涂法。那么平涂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啊，你先过了第一关啊，再往后我们继续再学习啊，一步一步的加深。好，那么接着我们可以画上去，画上去。那么它的这个枝子，你可以用这种中锋啊，小枝子可以运用中锋的这种写出来的感觉，写出来啊，一笔一笔的。会有一些交叉，对吧？会有一些交叉。好，也不要画多了啊，不要画多了，大概位置画出来就行啊。我们把位置定出来啊，我们再来画花啊，再来画花。那么下面这个枝干，那这个枝子呢，就是在纸的1/3处吧，大致1/3处啊，是一个粗干，可以侧锋啊，也可以侧锋，一开始，侧锋。把粗干定出来即可啊，不要再画了，多的不画啊，多的咱不画了。好，那么现在呢，你可以选择先画花，也可以选择先把这个鸟给画出来啊，先把这个鸟给画出来，把鸟画出来之后，再来旁边加花啊。那么这个鸟的大小你要注意啊，你要注意。我估计有的同学会画的比较小啊，花可能会画的比较大啊，我的预感啊，不知道到时候看交的作业的情况，看看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如果你先画花的话，有可能这个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如果先画鸟，最后可能花会比鸟大，感觉哈。那么确定用多大的宣纸？怎么确定？我不告诉你用多大的宣纸了吗？你根据画面内容啊，这个画面内容又不多，对不对啊？它差不多就是这么大嘛。经验呢，一个是经验呀，菊妹同学来了，我还以为你阳了呢。
啊，梅园同学，一个是凭经验，凭经验，一个是根据画面的构图内容你自己估算一下，这个就是自己估算一下，对吧？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原尺寸是多大，你想这么一幅作品它不会多大的。通常我们画画，我们画的东西不会个头大小不会超过实物，明白吧？不会超过真实的这个物象。你看看他写的字看看他的印章大小通常这种印章呢都在1厘米左右。那么他这幅画它不可能是太大好，那么现在我们可以选择先把这边叶子画一画回头再加这个鸟也行我害怕大家回头加重了鸟画小了。那么叶子我们就是花青以花青为主，偏深的叶子以花青为主，偏绿的叶子呢花青加藤黄，对不对？如果再深一点，你可以把刚才用到的这个赭墨对入进来一些也没关系。那么我用到的是这个吉祥的这个颜料就直接调这个颜料了。如果是用了咱们中国画颜料呢，咱们就是花青加藤黄深色的叶子，马上要画的这片的叶子就是一个花青色，以花青为主。那么因为那个颜料它会有比较多的这种沉淀呢，所以我没有用来我看一下我加一点点吧，加一点点花青你看这个花青它颜色是比较深的，比较深比较深。花青一加颜色就比较重了，看到没有？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中国美术学院这边的他们画花鸟，花青用的特别多，画叶子很多呢不用绿纯用花青也有，并且他们画工笔。我们知道我们画工笔要用，有时候染一些叶子用墨打底他们也不用墨，他们直接用花青用花青。但是这个花青你看看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沉淀物杂质。好，那么我们用到的这个技法今天要学习的这个技法一个是你要结合写意的这种笔法来画。另外一个就是平涂平涂，你小写意嘛，你要注重笔法了。注意笔法。而且大家发现没有他们的这种画有的时候比较干画的用的这个颜色比较少，比较干，和我们之前学到的这个居廉居巢的这种撞水的方式又有一些不一样他们是比较干的这种画法。你也可以选择呢，有的地方加重一点，比如说这个叶片我们注意它的一个形状注意它的这种叠加，上面一片和下面一片注意这个关系，看到没有？同时注意它的一个形状怎么塑造这个叶片的形状
啊，它们起伏，对吧？这种起伏关系，怎么去拿捏住啊？拿捏住这个造型，以及水线的控制啊，以及水线的控制。卡了吗？不会吧？看不清楚啊？怎么会看不清楚呢？这很清晰了呀。好，稍稍加快一点点速度啊，加快一点点速度。你看小叶子，你可以啊运用我们的写意的手法，哎，学以致用嘛。你看两笔，那么这个造型的这片叶子的造型，哎，出来了，是不是很小巧精致，对不对？你看这花青一加了之后啊，这个就沉淀特别大。好，继续上来啊，这边上去一片叶子，压下去啊，用笔你看看，先是中锋啊，起笔用笔尖上去之后啊，压下去啊，对吧？压下去再弹出去，然后再来一笔呢，做一个造型啊。好，那么下面还有一片叶子，看看看一下这边还有一片，同样啊，注意笔法，尽量用这种整的笔法，而不是说一点一点的去一点的蹭出它那个形啊。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啊，尽量用这种比较完整的用笔啊，先用完整的用笔，然后再来添加补充细节。好，再来一个碟子啊，再来一个碟子，调出另外一个绿色，调出一个背面叶子的绿色啊。那么背面的叶子呢，它是偏倾向于藤黄啊，倾向于黄一些。或者倾向于三绿一点点，这个感觉啊，我就不用那个颜料了啊。你看看，我直接调的话就是这样的啊。你也可以加一点点三绿，三绿不要加多，三绿啊，它起一个点缀的作用啊。有时候，交作业的同学啊，之前我看到啊画的那个牡丹花啊。牡丹花那个叶子呢，大家教的时候，我看好多同学就是画成了重彩的感觉了啊。就不要是完全是三绿啊，三绿多了它会有偏向重彩似的啊，那就不大好。好，继续。这边，所以说啊，咱看到没有？这片叶子啊，不需要，这个树枝、树干一开始让大家不要画的太重啊。它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因为这边还有叶子。小劲儿啊，小劲儿。那么如果两种画法结合起来啊，来一点点撞色行不行啊？也可以啊，再蘸一点点呢小小的赭石，赭石啊，
这个石甚至啊可以来一点点淡墨啊，这个石加墨。那么叶子它可能会有残破，对吧？可能会有残破啊，点缀一下，让它有一点残缺破损的感觉。它就丰富一些啊，丰富一些啊，不要多，先不要多了啊，先少一些，不要太多。重的地方啊，比如这些地方，可以在笔尖呢再点一点，积一点点颜色，那么它不就有了这种翻转起伏的这个感觉了啊？那么起伏啊，它其实就是起伏的这种感觉呢，就是运用颜色的深浅，对吧？你看看我是过了一会儿再点，看到没有？不是说一开始就点，一开始就点没用，它就躺平了啊，它往旁边躺啊，躺到最后又平了啊，不是那个躺平，对吧？所以过一会儿再点，你看看是有一部分已经干了，它就躺不过去，哎，所以这个时机很重要。对吧？时机很重要啊！啊，哎，这个感觉就出来了啊。好，这边还有花啊，还有花，那么花也得画，花和叶啊应该是同时进行，而不是说把所有的叶都画了，再把所有的花画了，这种那个程序呢就是有问题啊，不对，也不可能那样画，对吧？好，那么下面呢画花，花呢是运用到我们前面说过的啊，撞粉法啊，或者你可以用这个接色法啊，撞粉法或者接色法，好吧？看不清吗？我看看，看大家，能看清是吧？还要放大一些吗？因为我是弄的这个手动调焦，所以我先是把焦距调好，然后呢，我再来调这个清晰度。你看看是这样的啊。好，白色一调大了，一缩小了就看不到盘子了，明白吧？白色啊，挤一点白色，然后是曙红，或者是胭脂啊。它的这个花画的是比较偏冷的那种啊，偏冷。那么这里边就有一点胭脂啊，有胭脂在里边。那么白色啊，调成什么形状？老师的消息有些滞后啊，我刚刚忘抬头了，一直在搁那画，搁那自己讲啊，没有抬头看到大家的这个消息，不好意思啊。调成牛奶状，对吧？哎，这种纯牛奶的这种感觉啊，特别是咱们如果是我是有底色的纸，那我这个浅一点也没关系啊，但是你不要露着底色就行了。再来一支笔呢，我们调一些这个曙红和胭脂啊。一般啊，白粉的这支笔，白色的这支笔你可以大一些啊，用曙红的这支笔呢，可以选一支小笔啊。好，那么调一点曙红和胭脂啊，因为它有一些偏冷啊，有一些偏冷。这个就不应该调这个花青，你看看这里有沉淀物，所以啊，我说啊，画墨骨啊，咱们尽量啊，就用吉祥的这个颜料会比较好一些，没有什么沉淀物。胭脂是一个冷色，你看看胭脂是冷色啊，加一点曙红，加一点这个朱砂或者曙红之后，它会偏暖一些，你看看就偏暖一些了，看到没有？冷和暖，你能感觉出来吗？能分出来吗？什么是冷，什么是暖？
好了，开始喝个水，润润喉。好，那么我们来看清楚它的这个花瓣的一个造型啊，要找准它的一个形状。首先判断它的一个朝向。我们看啊，这个花的这个柄啊，它是往这边来的，对吧？它柄冲那边去，那么这个花呢肯定是朝着那边啊，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啊，有一部分有花蕊。因为这个图确实没有特别清晰的图啊，特别清晰的图。那么我说了，可以两种方式，一种是什么？一种是接色，另外一种呢就是撞色，两种方式你都可以选择。你比如说第一种，我如果用撞色，那么首先啊，因为它还是以白为主嘛，首先呢用白色画出一片花瓣啊。那么花瓣它得有起伏啊，花瓣它得有起伏，就是边缘处有起伏啊。再撞色啊，就是用我们刚才调好了这个颜色，点在花瓣的边缘处，要有高有低，看到没有？有高有低。同时啊，像这种啊，像这一类的花卉啊，海棠花啊，每个花瓣中间呢，它通常颜色会重一些，对吧？它会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哎，是不是啊？它会重一些，这个大家能理解啊，明白吧？然后觉得白不够的地方，你在笔尖轻轻的点一点，哎，点一点白，看到没有？那么这是一个撞色法啊，撞色的方法。好，下面一片花瓣，老师教大家用接色的方式。接色法啊，那么接色法顾名思义呢，是用一个颜色去接另外一个颜色，在这儿。那么首先反过来了啊，反过来，先用这个我们调好了这个红色，调好了红色，这支笔哎用调好的白色顺接过来，哎顺接过来，看到没有？是吧？两种方式都可以用来画啊画蘑菇。好，那么下面啊，那么这个花瓣啊，这个花呀，首先呢，你得首先对花卉了解熟悉啊。旁边它是这样开的嘛，它是朝那边打开的啊，所以这边一片它是一个侧面啊一半。我又用这种撞色的方式，哎，撞色的方式啊，看到没有？好了，那么通常这种海棠花5瓣啊，5瓣，前面有3瓣了，那么后面它是不是也有啊？哎，也得有，并且不光是有花瓣，还得有什么？有翻转，花瓣它是有翻转。比如说这一个花瓣，我能不能让它有一点翻转呢？虽然我看不清这个图，对不对？完全没有问题啊，它不是说薄薄的一片呢，它翻转过来呢，它就有了一个，这是里边了，对不对？就有里边这种感觉了。那么这一片，哎，如果是它有往回翻，对吧？有这种可能吧？哎，它是不是又有翻转了？好，这是背面的花瓣啊。那么下面呢，我画另外2片，那么就是画的一个正面的花瓣啊。同样要注意什么？注意起伏。那么正面的花瓣呢，它会偏白一些啊，偏白一些。
它会有高低啊，有高低错落、高低起伏。只需要把边缘处略微的施加一点这个红色就可以了，它就会整体会偏白一些啊。那么这个底色还是比较重的啊，这个底色比较重。那么我呢再点一点这个白色啊，点一点的白色。如果说这个红色侧面背面呢这个花瓣呢，我觉得颜色呢浅了一点点，是不是啊？浅了一点怎么办呢？趁着没干的时候再加重嘛，看，没干的时候加，看到没有？那么它就会升起来啊，重起来，那么就与正面的这个花瓣啊，就有了明显的这种对比。然后再用这个白色的这支笔做一点点调整啊，不要搅和的到处都是，微调，你看到没有？有的同学啊，就老是一顿搅和，最后呢，成了一片粉粉的花，对不对？白的地方不白，红的地方不红，完全呢就混一块去了，就成了一朵粉粉的花朵。好，那么这个啊，先是这样。那么我们再看看它这个小杆啊，这么瞟过去啊，这么过去，感觉还有花骨朵的感觉，对不对啊？还有后面可能哪还有花骨朵啊，你可以先不处理。那么下面我们处理啊，这一朵花，是不是苗丸子？是不是啊？粉色是里面。那么这个海棠花，它打开的里边是白的啊，背面是这个粉红色，跟荷花似的。荷花你就知道了，对不对？荷花通常是红色的，对吧？但是它开了之后里边是白的嘛，明白不？明白这个道理吧？所以啊，我们要留心的观察生活，特别是画花鸟的同学啊，一定要对身边的这些植物啊、动物啊，平时要多留意啊，要多留意。好了，那么我们再来画这边的一朵啊。那么这边一朵呢，它有一片是打开的，是朝我们这边翻转过来的，它比较白，明白吧？它比较白，轻轻的啊。好，有的同学之前画那个牡丹花有一个什么问题，他会把这一圈全都圈得死死的，不要，我圈一半我停下来了，到这边我稍稍加一点点，不要动了。那么它是有实的，有虚的，有实的，有虚的，对不对？它是有这种间奏变化的啊，不是说全部都让你给圈得死死的，那也不好看。好了，我们再来画，继续画啊。图片不是特别的清晰，但是我们心中得有花啊，心中得有这个花。那么像类似于海棠花呀这种花呢，我是画了很多啊，画过很多，所以我对它的这个生长结构啊，这种特点呢，我是比较清晰的啊，比较了解。以前一到春天就到处拍啊，到处拍，就拿着相机，开花的到处拍照。注意也要有一些什么翻转啊，翻转很重要。我可以一口气先给这些都画出来啊。觉得不够白的地方再撞入白色，是吧？
得有这种红白啊，特别拉开这种距离啊，拉开这种红白的距离。你看这边也可以画出一个什么侧面的花瓣，看到没有？哎，一朵花又成了啊，又成了。这样啊，它不会特别的死板啊，它不会说这个线勾的特别死板，然后往里边填充这个白色的感觉，它没有，它是没有痕迹的啊，它是撞出来的，没有痕迹，对吧？好了，继续啊，继续。那么干脆啊，我们把这一片的这种小花骨朵啊，先给它画出来。然后呢，要考虑什么？同时要考虑清楚这个鸟的位置啊，要考虑清楚鸟的位置。你看这个大小，你根据你现在的这个大小，对吧？根据现在你画的花的大小，那么它这个鸟呢，它是在这一块，对吧？稍稍高一点，就是在这一块啊，不能。所以我说鸟容易画小是为什么呢？你看画着画着，这个花呀会比较大，会不由自主的给它画大。好，继续，哎，把叶子给画一画吧。那么趁着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叶子画一画啊，把上面的几片叶子给它画出来。那么这个颜料我不用了，这个里边有好多的杂质，你看看，一种脱胶的状态，你看到没有？大家看到没有？一种脱胶的状态，这个状态很像什么呀？像不像泼彩？像不像泼彩啊？有同学学泼彩啊，你不知道你那个是怎么，对吧？有同学不知道啊，怎么泼那个颜料怎么弄？你看看，它其实就是一种脱胶的一个状态。你看看，这种肌理是不是泼彩？你看看张大千的这个泼彩画里边，是吧？对不对啊？是不是泼彩的这种肌理？都是沉淀啊，都是沉淀。不要了，我换一个，重新再调一下。画墨骨我不能要那个东西啊，画墨骨不能要。老师的画框是怎么弄的？画框怎么了？所以你看看是不是有意外收获啊？这个你如果用好了，你会调，那么就说明你可能就会调那个泼彩的颜色怎么去调，你都知道了，对不对啊？你通过这个事情啊，能不能受到一点启发呢？好了，我们通过这个叶子，哎，把这个花呀一衬托，把这个花一衬。纸裱上去了没有？这是买的软卡，买的卡纸啊，没有裱纸，这不是裱的。我自己能裱成这样，我就不卖课了，卖纸了啊！哪有这本事啊？这是卡纸啊，我还能把纸裱成这样，那还了得？那我就跟其他老师合作啊，让老师帮我带货了，然后就费那个劲干嘛？还上什么课呀？好，
再来画这边的叶子。啊，这边我们看一看啊，这边有好多小花骨朵啊，这边好像还有个小花骨朵，我先画出来啊。这不是卷卡，这就是纸啊。我想买卷卡，卷卡略贵，真的卷卡，我特别想买个卷卡画一下蘑菇，那卷卡有点贵。看它这有一个，好像是从那边，从这一组啊串过来的一个小花骨朵啊，夹这儿，然后有一片叶子，一片叶子是从这儿啊，从这边我看看，从这儿哎，从这儿走出来的，走，特别的飘逸啊。颜色稍稍哎，注意你看看，有一些微妙的调整啊，可以有一点微妙的调整。呀，猫头鹰来了，我以为你睡觉了呢。哎，这一片，好，再来一片，看看啊，看看这个它这个小叶子啊，注意看下面怎么组织啊，怎么组织，怎么生长。看看小钩啊，要给它勾好啊。毛笔啊，可以连续的动起来啊，不要是一笔一笔的，可以连续的动起来。其实就跟我们画写意一样，有时候这一片叶子我们在画的时候，毛笔是连续的在动，来把它这个形给它画出来的，而不是说一点一点的给它描出来啊。它有长的，有短的，有宽的，有细的啊，有卷曲的，还没有太生长开的，你看看。我们这边背面的，那么这个背面呢，你也可以让它偏黄一点，蘸一点赭石啊，浅浅的赭石，是吧？好，那么往这边啊，就是又要穿插一个树枝啊，穿插一个树枝。那么这个树枝，你就是用这种写的方式啊，用写字的方式了，书写的方式啊，一个赭墨色，还是我们一开始调的这个赭墨色。有的地方你看老师在抖啊，顿一顿，抖一抖，哎，它不是特别的直啊，不是说，完全就是什么样啊？不是说完全就是直溜溜的啊，不是这样的。
啊，它这个有一点往这个后面穿过来的意思啊，有点穿到这儿的意思，看到没有？这个应该等它干了之后，穿过这片叶子啊，穿过这片叶子，你画在这片叶子下面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你画在底下也没有问题，你穿过去也没有问题，都可以。好了，小花苞给它点一点啊，点上。海棠花特别漂亮，春天的时候开的啊，很漂亮，很漂亮。怎么了，猫头鹰？那会儿我本来想给我闺女的取名啊，给她取名叫什么海棠啊，叫这样的哈。后来怕她长大了会恨我。要注意啊，这种小花骨朵呀，它有的时候露2瓣啊，有时候露3瓣都有可能。那么这个就是你要根据画面的需要啊。你比如说这边啊，它好像开了一点点啊，这边它好像还开了一点啊。撞色，这就是撞色法。好，它既然开了，我们要把开的感觉画出来啊，会开一些，开的不多，虽然要开个小口。同样这边也是。开个小口，看到没有？那么上面这些到时候呢，都是勾一点花蕊啊，勾点花蕊，就有了这种开一点点的感觉了啊。是不是开了？开了吧？就能让它打开一点啊。打开的同时，其他的花瓣两边的花瓣呢，对它还有进行一个包裹，很微妙啊，很微妙。看你能不能拿捏住啊。那么这一朵可以简单一处理。上面一朵啊，更简单一些，浅浅的来一点点。干了之后，该勾的一勾啊，该弄的一弄，就很快啊。那么这一组呢，就是这样的啊。下面把旁边的叶子给它补齐了。
把叶子给补齐。这边上的叶子跟这个叶子呢，颜色又偏浅一些，看到没有？叶子呀又浅一些。那么它的这些绿啊，这些绿它都是一个色系，对吧？一个绿色系。那么在整个一个色系里边，它又有倾向不同，有的倾向偏黄，有的偏青，对吧？这一块是背景的叶子啊，后面的叶子。也可以画一点啊。然后这个树干啊，这个树干也可以呢，把这个树干呢，再画一画啊。一开始我们是虚弱它、虚化它，我们只是为了怎么样？为了方便我们定位啊，所以一开始我们是虚弱它。那么现在啊，我们要怎么样？要加强它。定位定完了，对吧？我们加强它。那么它的这个画法呢，就是皴擦，一些皴擦，对吧？用重的颜色皴擦一下，不要皴太满啊！注意不要皴得太满，小笔触。小笔触皴擦一下，到这边，同样也是一样的啊，千万别一遍给画的太过了啊，有的同学画不留余地啊，很猛，不行，特别是像画这种墨骨类的啊，这种作品啊，你稍稍要收敛一点呢，收敛一点。别太猛了，画写意该爆发的时候要爆发，那么画这种墨骨啊，温柔一点的啊。好，温柔一点。把这个画完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呢，小鸟给它加上吧，对吧？把小鸟给它加上，加上之后再把上面这一圈给它补齐了，给它补齐了。或者呢，先把下面这一圈先给它画出来啊。下面有一朵开的很好的啊，像梨花似的了啊，特别白呀，开的。泛画挡住画面了，那我把泛画撤掉啊，往那边去点。来，
偏写意一些的笔法呢，就是这样，看到没有？这就比较写意啊，比较写意画的。你看任伯年画的那个花鸟啊，那个莫古花鸟，就特别的写意，对吧？笔法很写意啊。这一朵比较白啊，颜色比较浅。那么点的时候，你看看，注意啊，注意。所以说啊，这个墨古你要配合着写意来画，它能出现很多不同的风格啊，就跟炒菜似的，你给它里边加盐呢，它就是咸的；给它加糖呢，它是甜的，对吧？你加醋呢，它就会酸。所以说，咱们学东西是要多学，学完之后要学会融合啊，融合进去。偏白啊，白色呢，它里边是有这种颜色变化的，加一点点绿，哎，你看看，是不是啊？如果你的笔法比较写意，那么画出来这个花瓣呢，这个花瓣就比上面两个花瓣要写意一点，对吧？是不是这么回事啊？所以我们画画一定要，先多吸取，多学习啊，不要着急的下定论。哎，我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啊。你可能画着画着，你慢慢的就会喜欢了。好了，那么小叶子一衬托呀，这个花就来精神了啊。用笔连贯一些，看到没有？那么这个叶子呢，它也就会写意一点啊。看看，好，再往这边来啊。那么这边有个小的花骨朵啊，先给它画上。那么小花骨朵呢，它是颜色比较深一些。那么我们能不能啊动动脑筋啊，能不能换一个方式啊？换一个方式画画呀，千万不要太死板啊。我能不能先完全用曙红呢？用这个红色呢？不是曙红啊，不完全是曙红。能不能先用这个红色给它画出来？不要太干啊。然后我再把白色点进去撞进去，那么它干了之后，它必定会比上面的花骨朵要红一些，对不对啊？这样不也可以吗？对不对？灵活的运用啊，灵活运用。人家的叶子，我能不能给它加一个翻转？我看着它像有一个小翻转啊，看着啊。那我想给它加一个小翻转，怎么办呢？小赭石，整点小赭石，这个地方。我这个叶子它是有一点尖上，哎呀，
过点了，是不是啊？哎，一抬头又过点了。好，那么继续啊，它有一点赭石，因为比上面啊有就有一点没关系啊，这样颜色更丰富啊。哎，又一片小叶子，哎，那么这一片就感觉比这片要灵活一些啊，这片呢就显得跟它比起来会显得有一些稍显僵硬，对吧？所以啊，这就是画画的一种不同的状态啊，不同的状态，你的画面会给人的有很明显、直接的这种呈现，是有直接的体现的啊。那这边啊，还有一个小花骨朵，想要开花没开。好了，哎呀，这颜料崩纸上了。好，那么上面这些啊，我看干了啊，我们可以先勾这个。这个颜色啊，你可以是用我们刚刚用个胭脂啊，胭脂调一点赭石，调一点墨的一个颜色，深一些啊，让它深一些，勾一下花托啊，花托。等它这边干了之后，等下面干了之后，我们再画鸟，我怕我的袖子给它蹭到啊，所以呢，我先把这个花托画完吧。这个一点啊，就是马上就有精神了啊。那么花托通常都是3笔啊，3笔。注意笔尖不要有杂毛啊。哎，用笔要流畅。接在这个地方啊，是接过来的。加重一点。好，这边，哎呀，这支笔怎么回事？哎，来注意这些细节的地方。这边还有呢，哎呀，不应该画的，不应该穿过这片叶子啊，蘸掉，掉不了的，不应该让它穿叶子啊，就应该藏在里边。
属红胭脂加点猪啊，加点赭。对对对，属红胭脂加点赭，你也可以加点淡墨啊，也可以加点淡墨。好了，这个你看小精致啊，一点特别精致。多好看！开了花的它也有，它只是在旁边会露一点点。那么这边也是啊，颜色不够重。往这边还有，还没画，一会儿呢可以给它加上去啊，就会感觉很高级啊，这个作品啊，这不庸俗，对吧？不是一幅非常的俗气的作品，很雅致高级。好，好了，那么这一块啊，咱们暂时处理到这儿。下面呢，我们要把这只小鸟小家巧家巧给它画上去。东北话叫家巧。好，我喝口水啊。没原画深就没有原画深，这个不重要啊。这个颜色没有原画深完全不重要，这不是我们应该担心的事情啊，这个不重要的。不知道，这不是近几年的啊，这是持续好久了。这个画坛里边持续着一股这个中国画啊，流行什么这种朦胧的这种雾霾风，被称为就是看不清，特别浅的颜色。特别高级，啊，会具有一些现代感一些吧。还得加花蕊啊，还得加花蕊啊，其实还得加啊。我这没画完呢，我先把这个鸟给画一下。我们整体都得跟进啊，不能只画一个局部嘛，这边都得跟进啊，跟进一下。好了，那么有了这个在旁边作为这个参照啊，作为参照，那么我们画这个鸟呢，就不会画的太小，也不会画的太大啊。其实小麻雀可以画小一点，但不能画太大啊。但它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小麻雀，看着又不像小麻雀，小麻雀没这么大个儿。可能是一只小山雀什么的啊，巴适的很，巴适的很。好，画这个鸟啊，这么快好像没电了呢，我的遥控器。来，那么这只抬头的鸟仰着头，仰着脑袋啊。抬头的鸟要注意几个地方。
一个是嘴巴，一个是眼睛。那么它的嘴巴呢是以下面的啊，这个下嘴唇吧，这个比较明显一些，对吧？那么我们画的时候要注意啊，我看看干没干啊，别蹭衣服上了，别蹭坏了。那我稍稍给它缩小一点点啊，这个鸟，不然个头太大了，显得特别的笨啊。这个鸟啊，不要太大。小家巧。你看看啊，这个嘴啊，它是这样啊。哎，看到没有？再放大一点。啊，它是这样。眼睛啊，眼睛在这个嘴角上方一点，上方一点点。眼睛不要画的太圆了啊，偏椭圆一点了要。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仰视的感觉，就跟昨天我讲这个画人物的时候，是不是跟大家讲那个眼睛啊？是不是给大家讲那个眼睛啊？它是向上看的。那么小鸟同样如此。哎呀，这支毛笔换一支毛笔啊！这毛笔前面有一根毛特别长。谁画大了？大了。老师是火眼金睛啊，火眼金睛谈不上啊，但是肯定是能看出你们这个画画的时候的一些问题，以及画画大致能看出你们画画的一个程序步骤啊，所以能够知道你们推算出你们画画存在什么问题啊，或者什么坏的习惯。小眼神儿。好了，那么可以直接用颜色画，也可以呢，带着你们起个形吧。我都害怕起形啊，你可以用个浅一些的颜色啊，浅一点的颜色。你看啊，我脑袋像戴了个帽子啊，像戴了个赭石色的帽子一样，对吧？要向下倾斜，注意这个倾斜角度啊，一定要注意倾斜角度。你可以用这种虚线呢来表现啊，用这种虚线来表现，这样呢你画错了也没关系，对吧？哎，我刚刚说的，注意嘴巴内侧它是很特别的啊，它这个没见过鸟嘴，见过鸡嘴吧？哎，吃过鸡吧？它是这样的啊，往里边这样啊，所以你千万不要画错了啊。然后再来说一下鸟的结构。那么它是一个什么？头部是一个卵形啊，是一个椭圆形，大致是这样一个椭圆形，对吧？哎，这样的。所以它的脖子这个往这边来啊，往这边来，这是一个椭圆形，看到没有？那么同时呢，它是分成中线啊，是有中线的啊。
有中线的啊，有脊椎的，对吧？那么下来它有一点歪着啊，扭着身子，有一点扭着身子的感觉。那么这个它是有一点往这边倾斜，那么往这边倾斜就会有一边高，有一边低啊。我就感觉它这个鸟画的这个动态不是特别的明显啊。你看，我把这边加高一点，你看，再看看效果，你看看，假如我把这边加高一点，这是一个背面嘛。这边往这边收啊，它整个呢是一个卵形，看到没有？哎，一个卵形，然后到这儿是尾巴、翅膀啊，尾巴这么收过来的，尾巴不要太宽，倾斜一些啊，按照它这个角度，尾巴是翘起来的，尾巴它是翘起来的啊，看到吗？它尾巴是这样翘起来啊，所以它这个透视会比较大一些。这边应该再继续啊，压低一点，压低一点啊。这边呢，应该给它抬高一些，这样它的动态会更加的清晰明确啊，会比较的明显。看到没有？是吧？这整个鸟的一个感觉是这样的啊。拿不准的同学啊，你跟着老师啊，我教你一起把这个形是怎么概括出来，就是这样画出来的啊。很多同学画鸟可能不太明白鸟的一些结构特征，所以画的时候也稀里糊涂的，对吧？多画一画，多画一画呢，慢慢的就会了啊，慢慢的就会了。墨骨画修心养性，哎，画画都是这样的，画无论是写意啊，还是墨骨啊，还是写书法，都具备这个功能啊，必须得沉下心，不能浮躁，是吧？好，那么继续，那么我们把这个鸟给它画完吧。啊，用赭石。我画画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可能就是大家说的慢，慢慢悠悠，慢慢悠悠。其实我自己画也不是这样啊。我不赶时间的时候画画，好像都是这样的。但是假如说如果赶时间啊，着急要这幅作品，那我也可能画很快。好了，先调一个赭石，小帽子给它戴上啊，小帽子戴上。它这个好像是有一点类似于墨骨的这种撞色的方式啊，就没有用皮笔丝毛了，不撕了。是吧？有点任波年画花鸟的这个味儿啊。好，趁着没干，尖上啊撞一点淡墨，撞色，哎，撞进去，你看到没有？撞进去，它就能自然的往后过渡，对吧？它会特别比较自然一些。然后轻轻的扫几笔啊，扫几笔就当丝毛了。你看看，小技法啊，要活学活用，不能死板。那么继续呢，我用这个赭石啊，它身上头部不还有比较深的这个墨色的毛发吗？我首先用赭石色，我给它打个底啊，这个小的地方就不用打啊。
回头用黑色啊，用墨色进行一个撕毛。那么撕的时候可以留着一点这种赭石的底色，那么它变化就会丰富一点，层次会多一个。看啊。衬湿的，你看看，就是披笔撕毛啊，一顿画，一顿操作猛如虎。背面，注意背部像这种啊，这种背面用笔，看着老师用笔啊。用这种斜线啊，你就跟着老师一起用这种斜线，一笔、两笔，要留出笔尖儿啊，留出笔尖儿啊，三笔，对吧？它就有了侧面的感觉啊。再整一点墨，撞一下颜色。撞一下颜色。那么这儿能不能撞啊？也能撞啊，反正是都是要用墨的嘛。撞完之后，我再就很随意，你看，瞎画，再收拾就是了。非常自然啊，它是没有痕迹的啊。是不是啊？画法有很多很多，你发现没有？你看老师画画从不会拘泥于某一种画法，都是一种灵感，都是当下画画的一种心态啊产生的一种联想，或者激发了你的一种灵感之后，驱使你下笔，然后完成。你看我再来勾啊，勾这个线很简单嘛，先竖再提，你看看全都是这样的啊，提，是吧？然后底下是用墨啊，这样提，这只小鸟它就很快就完成了，是不是？不难吧？你跟着老师学，你会发现什么都不难，是不是？简单吗？再用墨色，整点墨。老师太追求完美啊，精益求精，习惯了。人不得有点追求嘛，对不对？我追求的可能恰恰就是完美。好，尾巴这一块，它有一个尾巴呀，它是有一个厚度，你看，那么要把这个厚度表现出来，你看看，这边厚到这边薄，那么到了底下之后，反过来，小厚度就出来了啊，小厚度就一下出来了，看到吗？用笔连贯自然，随心所欲。所以说，画画一个最高境界是什么？无法而法啊！到了最后了，画了你学到最后之后，没有固定的方法啊，想怎么画我就怎么画，我都能画成那个样，对不对？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啊！无论是干什么，其实都是最高的境界，都是这样。
这是每个人啊，每个学画的人都在追求的一种境界啊。哎呀，好了，用墨色把这个再画一画吧。那么把这个头部这一块该加重的加重一些啊。你可以披笔丝毛，也可以不用丝毛啊，都可以。来，它这个上面的毛呢，它画的是短促，非常的短，很短促，有一点这个特别亮的感觉啊，特别的有光泽的感啊，所以它是先有一点点底色啊，貌似有一点底色，然后呢，特别重的地方啊，画的特别重啊，然后还有一点这种中间还有一些光泽。感觉这个小鸟发量不错，纯天然，用的纯天然的洗发水吗？哎，那么表现这种呢，我干皴，你看到没有？采用这种干皴的方式，你看我这个用笔是比较干的啊，和之前教你们画的那种其他小鸟的画法不大一样啊，用笔比较干皴呐，看到吗？干皴它就会显得锃瓜瓦亮。好。那么顺势啊，侧锋，哎，你看看我这个散锋啊，轻轻的啊，轻轻的，沿着这个结构的转变往下，看，轻轻的，我来了啊。好，下面再来一个大胆的操作啊，来一波大胆的操作，你们肯定没有这样画过。你们肯定没有尝试过啊，这种画法。喝口水啊。既然咱们画墨骨了，那么这只鸟的这个白色这个染色啊，我们用墨骨的方式给它染啊，撞色的方式。那么首先呢，我们调一个白色，调好一个白色，再调一点淡淡的赭石，另外一支毛笔。直接铺，不丝毛了。好，尾巴，好，先这样铺啊，铺好。上面这块呢，可以稍稍多一些，对吧？最鼓的地方嘛，多一些，体积感就有了。好，衬湿啊，就现在啊，就现在，不蘸了一点赭石啊，蘸了一点赭石吗？不太明显，是不是？等稍干一会儿可能会好一些啊。
衬湿啊，底下不是重吗？颜色毛茸茸的，是吧？毛茸茸的啊，还有体积感，看到没有？还有体积感。等它稍稍干一点点之后，你再来继续撕毛啊，继续撕毛。好了，那么下面呢，我用这个淡淡的墨色啊，用淡淡的墨色把嘴巴染一下，嘴巴染一点点啊。染过嘴巴之后啊，这个会好很多。那么嘴巴这儿其实有个鼻孔啊，忘画了，一会儿给它加上吧。淡墨。下面是怎么染呢？要这样染啊，稍稍留一点这个水线，看到没有？两边缘呢要留一点水线啊，不要染重了。下面呢用一点淡墨撞一下，就是这个感觉。好，好啊，这个小鸟呢，你看看啊，很简单的就画了个七七八八了，对吧？然后再一收拾啊，合适的时机我们再给它一收拾，就出来了，就出来了，不难，呀，突破400了，恭喜恭喜啊！恭喜我自己。好，可以画下面的啊，可以先选择画下面的花，就不干等啊，咱不能干等，咱们先把下面的花画了。但是我得看看啊，瞅准时机。这个时候啊，像这样的啊，不时机没瞅准，就干了啊，所以得瞅准这个时机。把这个小鸟呢，我看看是给它画完还是怎么弄。先画一朵吧，画一朵算一朵啊。好了，那么把下面的这个花呀，给它画一下啊。先画这边的啊，先画这边主要的花，凭实力，人心人情。是的，我是不是应该趁着这一波打一波小广告呢？画完再打呀，有人跑了怎么办？打吧打吧，算了不打了。这两天打广告给我自己都打烦了，不想讲话了都。好，那么刚才那个颜色，因为我加了墨进去啊，弄脏了。再重新调了一个颜色啊。好，来花，把这个花画一画。底下的花啊，我们看看这一朵呢，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正面的啊，正面的白色的花。请问班级群跟粉丝群当然有区别了。
你如果是进入到学浪的这个班级群，起码作业老师是给你一张一张的批改啊，一张一张的点评。起码那个，比如说像今天这样的要画个墨骨，我起码会给你亲自画一个这个线稿，对吧？有的同学呢造型能力差一些，需要线稿，我都是先 P 完了之后不清晰，我再拿手绘板再画把不清晰的地方再补全。你像这个花呀 ，P 出来呀，完全就是啥也没有了，所以呢，都是我人工手绘的，再给你画上去。然后啊，还会发一些什么资料啊，回头我发一些一些名家作品到那个资料库里边啊。最近因为最近看孩子比较忙，没空弄。以后区别会越来越大的啊，以后这个区别会逐渐慢慢的越来越大。谢谢大家问问题啊，大家问问题挺好。你不问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打广告啊！你一问问题，我突然来灵感了，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真好，不然我每天就那几句话。自己的话发那群里边啊，不大想发呢。我自己画的画我都上传到那个哪儿了？都给你们传到学习资料库里边了啊！之前不是有同学说让我传上去吗？然后我今天全传上去了。都有什么课？像这样的墨骨课，还有小写意课，还有一些动物课，你可以看看我抖音啊，最近发的这个课程的预告啊，那些都是课程案例，你可以看一看。案例都是我精心挑选的啊。到后期呢，这些个墨骨啊，我会画我自己，教大家画我自己呀，画过的自己创的一些案例，好吧？自己创的原创案例啊。我的这个卡纸是这个书轩，可以剪一下视频，我没空剪，我也想剪，天天小孩不离手。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接色的这种染法了，跟刚才的还不大一样，看吧？所以啊，全都是灵活的运用的，都没有说是千篇一律的，没有规律可言。你我教大家，就是想给大家教的不要太死板啊，非得这样画那样画，我是各种方法呢都教你啊，或者是我自己画的时候，我也是想起一种方法，我就教你一种方法，对吧？这样的话，大家画的时候也就不会过于拘束。当然，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咱们还是老老实实的，是按照老师教的啊。但是起码我会给你提示啊，对吧？我会告诉你啊，不光可以这样画，还能那样画啊。这法无定法。
你看有的地方这随意一点啊，随意的点一下，看看啊，点完之后呢，再来调整。正的、侧的，对吧？正面、侧面，还有再侧一点的都有。好，比如说它这并排啊，并排的这3朵啊，这个就特别的多，对吧？并排的3朵没，怎么还不够清晰呢？这还不清晰啊？是你手机不清晰，还是手机不清晰吧？这镜头还不清晰啊？开玩笑呢。你看这一朵呢，它开了，它又是另外一个角度啊，另外一个角度。不能切换超清啊！我这个没有用那个，为什么你知道吧？因为到时候视频传不上去，视频它有限制，有大小有限制啊，不是我不给大家搞这个什么4K 啊、2K 啊，或者是什么蓝光啊都可以调，但是视频它不让传，超过了10个G，让我平时的视频都超过10个G 了，我都得剪半天。不然就传不上去了啊！这会儿你看你们是看爽了，回头半夜我还是趴在电脑跟前搁这剪片子，就为了给它减小一点。而且太高清，你们容易卡，到时候啊。好，这个也不错啊。呀，小鸟干了吗？小鸟快干了。小鸟呢，用这个赭石啊，淡淡的赭石，你可以加入一点这个土黄。腹部这一块，看啊，包括肚子这一块，再来丝毛。它就是半干未干的时候啊，有的地方就干了啊，有一些地方呢它还没有干，所以有的地方能融合进去，有的地方又融合不进去啊，就要这种效果啊。丝毛有讲究啊，丝毛是有讲究的啊。你看这边没干，丝毛要分组啊，要分组。
啊，哎，再来一点墨线，把这个里边勾一下，它是一片一片啊，一层一层的勾一勾。啊，这个尾巴的墨可以加重一点，翅膀的墨也能加重一点。加重一点点，加重一点点。这样它就精神了啊。然后这边的啊，该加重了呢，还可以继续加重啊。你看单笔丝毛也能撕啊，批笔丝毛呢也可以，是吧？单笔啊、批笔啊都可以啊。不一定非得是批笔，也可以是单笔。今天这个肯定是2节课啊，1节课呢画不完，1节课是画不完的。缩小一点。好，再继续把这边的这个花给它画一画，叶子画一画。那么现在我们来画叶子啊。把小鸟打扮得很漂亮，是吧？墨骨这个啊，你要跟着我画是比较快能够学会的啊，并且学会之后啊，对你画这个小写意作品、写意作品都是有帮助的。所以你要相信老师的安排啊。我教书教这么多年了，大学生也教过啊，业余爱好者也教过，对吧？小朋友也上学的兼职的时候教过啊，所以啊，我这个特别是国画的教学啊，它的一个逻辑体系，那我是心里边非常的明白的，包括我自己都学了多少年，所以要相信老师的这个安排。一个是比如说因为啊，咱们画写意最重要的是什么？笔墨的提炼与概括能力，对不对？那么其实大家是不是在画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大家是不是发现一个问题嘛？自己对于生活的观察非常少，对不对啊？对很多物象呢，它的一个特征特点都不大清楚，不大了解啊。所以你画写意的时候，你只是说照着老师一笔你画一笔。那么你画完一段时间这种精细的东西啊，墨骨啊，相对来说精细的东西之后，你同时啊也对这些东西啊所画的这些物象啊，对它更清晰、更了解了。
对于你以后，比如你概括它的这个形体，对吧？你比如像昨天画兔子、画猫，你再来用笔墨来概括它的时候，不是瞎画了啊，不是说别人怎么画我就这么画啊，你都能知道别人为什么这么画啊，对吧？或者以后你也知道你以后你准备怎么画。所以我们经常说画画啊，大胆的画，大胆落笔，小心的收拾。到收拾的时候，你怎么收拾呢？有的同学就不知道收拾什么呢，对不对？本来还想安排一点呢，类似于大写意啊、吴长硕的这种，吴长硕的这种写意画，对大家的这种写意的用笔的锻炼是非常有帮助的，非常非常有帮助。所以有的同学啊想学这个大写意啊，你可以多把这个吴长硕的东西啊看一看，练一练啊。要是加大写意就好了，想学都能加，这个又不是说就是不能改变，对吧？你要想学，我可以把墨骨啊稍微减少一点，加一点大写意也行，或者是120节课里边我120节课我调到130节课也可以啊，只要心情好，这都没关系啊。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没少让我们画吴长硕的啊，画老多了，没事就让我们画吴长硕。你看，这种也是可以是有写意的这种用笔的，对吧？你加了之后，你看看这种点法，哎，那么画起来也会快一些，是吧？你看这种叶子的感觉，笔法都得有，都在啊，都在。那么叶子的姿态，你看，寥寥几笔啊，是不是这一组叶子的姿态就出来了，对吧？是不是？再来一个啊，这边一片嫩叶啊，一片嫩叶。你看用笔的时候，可以从尖上到里边啊这么画，也可以从里边呢往尖上这么去也行。画熟练了之后啊，怎么画都可以，怎么画都能是对的。画画没有对错，是
吧？没有对错之分啊，就哪个好哪个更好。好了，上面还有很多的花啊，还有很多的花。今天卡的厉害，那是网卡呗？网速不行吗？对，好，9点了啊，休息1分钟，大家可以帮老师点点赞，加加人气啊。然后咱们把下面这一部分给它画出来。喝口水啊。老师悟了，不断的超越，是的。好，打一波小广告，打一波小广告呀，还没到时间啊。对，大家可以站起来活动活动啊，站起来活动一下。大家也能站起来活动活动啊，动一动，动一动。什么广告？卖课程，喜欢听吗？哎，我就喜欢这样的学员啊。你买了这个课程，你将不会是画渣了啊，画渣同学。这是老师的这个抖音小店里边啊，小黄车里边的这个第一个链接啊，第一个链接有咱们的这个课程回放，高清回放。对，我先对个焦，这个回头挣钱了换个设备啊，这个老要自己对焦挺麻烦的，让人忽悠了啊，挺贵的呢还。要讲啥啊？第一个链接啊，咱们的高清回放课程一共120节，一共有120节。那么每天会有这个工笔会有墨骨、小写意啊，还有这种动物类的啊。那么咱们已经上了8个课时了，已经8个课时了啊，还剩112个课时，还剩112个课时。想要学习的同学啊，抓紧时间啊，可以购买咱们的高清回放课。那么进群之后啊，老师会对大家的作业呢，会进行一些1对1的点评啊，1对1的点评。课程能不能投屏？这是个技术问题，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能不能投屏啊。加大写意呀。加大写意也行啊，可以呀，可以用电脑看，用电脑看的话，应该就能投屏吧？什么时候画鱼、荷花、牡丹？这个问题问的，荷花可以给你安排，鱼也能给安排一下啊，也能给安排一张，不能画多了啊。牡丹也能给安排一下吧，反正都行啊。牡丹不都画过了吗？第1节课不就是牡丹吗？只是墨骨的牡丹，不是写意的牡丹啊。没事啊，没事。这个怎么回事啊？这个镜头好像是带一点美颜的功能了，我回头看看怎么关闭一下啊。昨天不画那个人物，我还没发现这个问题啊。
昨天不画那个写意人物，那个刘基友的那个兔子，我还真没发现这个问题。对，买了课的同学下载学浪 APP 啊，下载这个学浪 APP。中途打个小广告，都把人都打跑了。课程有多少幅？还挺多。你看看，比如说昨天就画了2幅，是吧？一般画写意的话，画小写意的话，有时间我都是画2幅。如果墨骨的话，可能是2节课1幅，所以可能120节大概啊，可能起码有个100幅啊，100幅不敢说，80、90幅肯定是有的啊，应该有100幅，100幅左右。除了案例，其他画点评不？你也不，我以案例为主啊。你也可以给一些画给我点评，你可以不要发在那个群里边，你可以私信发给我都可以啊。私信发给我，我会给你点评啊。你别老往群里边发，好吧？如果是其他的作品，你给我发，我还能拒绝你吗？对不对？你给我发了，我还能不理你吗？不能啊。是不是？但最好就是以咱们的案例为主啊，你自己创作的也可以发。今天的任务好像完不成了，今天人多，任务还没完成。小广告打的力度，技术这个打广告的技术还是不行啊，没打到你们心坎里去啊，怎么回事儿？把下面的小花骨朵啊，小花骨朵呢要画一画。小花骨朵，哎呦，这脏了。对的，这个是墨骨啊，这一张是墨骨啊。人多了点评不过来，我就可以开一场直播专门点评啊，对吧？我专门点评作业嘛，是不是？而且我回头啊，我可能会调整时间啊，调整咱们的这个时间，一周可能不会上六节课了，会降低一下频率，降低一点频率。那么有充分的时间啊，给大家做一些这种服务啊，课后的服务，比如说点评作业这样的，因为频次太快呀，这个点评作业可能跟不上啊，所以到后面我准备下一周或者什么时候，我就降低这个直播的频率了啊，可能一周呢上个4天啊5天这样的啊，6天有点多了，中间休1天，给大家点评作业啊，专门点评作业，或者给大家自己剪视频啊，干嘛的，发点小视频啊。趁着这2天没阳，多上一上啊。不是太卷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啊。所以啊，最近这个课呢上的比较密一点啊，上的比较多一些啊。纪晓岚颜料和樱花颜料不区别啊，区别你试一试是最直观的啊，这个区别就能找。
樱花的颜料呢也没有那么的好，你看价格就明白了啊。樱花有的颜料它虽说杂质没有那么多啊，但也有杂质。这款卡纸啊，这个老板跟我一样啊。我问他了，我说你这个有链接吗？我给你带货呀。老板来了一句不用带，不带。然后我就没吱声了。佛系。所以说，什么样的人就碰到什么样的人呢？每个纸都碰到这样的人。我给他点了一个赞。为啥不用带？我也不知道他为啥不用带呢。他这款纸，我之前好多作品发的那些作品里边都是用这款纸画的。所以我买过之后，我感觉用的还不错，我就又买了一些，各种尺寸的啊，我又买了好几包，放着。然后最坑人的是什么吧？他还给我寄错了，啊，我要的尺寸没给我寄，没要的尺寸给我寄过来了。完了，他说能用不能用？我就问他，他问能用不能用啊？如果能用，给你退5块钱，你就用；如果不能用，你就给我寄过来。一下给我整懵了。我说能用能用。然后我问他带不带货，不带。我嫌麻烦嘛，我看都差不多，反正就留着了，省得麻烦，反正都得用嘛，各种尺寸都留一点就算了，我就没给他退，没让他退啊。然后给我发个5块钱的红包，我也没领，超时了也领不，后来发现了超时了领不着了。不是金卡纸，不是金卡纸。怕我没有牛奶面包就没办法教你了是吗？你看这朵花啊，这朵花这个花瓣特别薄，它是正面的，都快一个侧面大侧面非常大的一个侧面对着我们。我以前是这样想的，对于这个麦克这个事情，我有时候是这样想啊，在想这个事情哈，麦克这个事情，我最开始的想法是啥样的呢？我想我这水平，这一出手，大家不就知道了吗？是吧？不就知道这个水平在这了吗？麦克还需要我在那
啊，搁那废话半天。事实证明错了，啪啪打脸的。我最开始确实是这么想的，包括当时去那个之前咱们这个公司啊，特别骄傲。哎呀，我说这公司能有我，这公司真是积了什么德了。结果发现根本不那么回事儿，画的好不好人家不在乎。就让现实给我狠狠的上了一课。是的。重在包装我知道啊，但是特别讨厌这种包装，有时候过度包装会很反感，我自己都很反感这件事情。所以在营销的时候，我就很多话说不出口，对吧？你听我说，没办法哈，还是得自己说。听我说都没用，你看看这都播2小时了，刚刚一瞅了一眼，都没效果啊。我回头得练练这个口才呀，就报一个口才课啊，上个口才班，练它一下。就是在这一方面，这个进步空间呢太大了啊，给我留的进步空间太大了。好，哎，这附近的这些花呢，基本上啊完成了。我再检查一下，看看哪里还有。哎，你看这个叶子啊，这个叶子不是这样的，这个叶子呢，才发现啊，它里边还有一个小卷儿。哎，是个内侧，看到没有？这么卷过来的啊，这么卷过来的。不要88，不要688，只要888，不要。你来吧，峨眉，你来给我销售吧。是这样的，还有，还经常刷到一个广告，啊，千万别划走，千万别划走，然后开始涨，以后都是这个套路了。我这样更不行啊。把这个枝干啊，这边的枝干往下加一加，好，把枝干加一加啊，加一加，然后哎，把这个叶子填满，哎，这边也快了。你说这今天现在9点多啊，9点多了。
来，所以前2天呢，这个老师问我这个情况咋样？我说咋说呢？这个事儿，我直播的怎么样？我说不是很乐观，也还可以。同样啊，勾这个枝干的时候呢，就不要先不要画的太过重啊，先不要太过重，用这种浅色啊，先用浅色，我们把它的一个大的形体位置啊，这个关系给它找出来啊，千万别画过了。你看看这边过来还有几个小枝子，千万别画过了啊！再三叮嘱了啊！这样一看，你看看这个构图马上就完整起来。那么这边看看这个枝子往哪穿的啊？这边这根枝子是往这样走这边，走这边，从这个地方可以穿个枝子过来，是吧？然后这上面有花，然后还有叶子。好，下面我们把下面这一块啊，给它添加完整啊，添加完整。是我灯光开的太亮了吗？今天是不是灯光打太亮了？金箔卡纸能画蘑菇，当然可以啦。金箔卡纸能画呀，我有好多金箔卡纸呢，硬卡啊。回头给大家看看啊，我的这不是叫金箔卡纸，我用的是叫金钱卡。金钱卡啊，不着急啊。这个枝子是一个淡淡的墨色啊，淡淡的墨色。我是中等水平是吧？谢谢啊，谢谢你给我加油打气啊。来，这块啊，这块，这几朵花没有叶子衬呢，那就完了，太浅了，是不是啊？必须得有叶子衬托啊，所以这个红花还需绿叶配吗？没有绿叶是不行的。而且用笔发现没有，老师会有时候会留一些这种叫什么水线啊，空白啊，给它留一点留白，是吧？整点留白，它是有好处的，它就显得偏写意性强一些啊，灵活一些，不是特别的死板。包括这里边啊，可以再换一个颜色，比如说这个绿啊，你可以加一点黄，加点土黄进去啊，加一点土黄，在这边肯定社恐啊，我对是有是几乎社交能力很差劲啊，很弱。不和熟人啊，但是熟了之后会比较好一些啊。和生人的话，基本上就没话说。
土黄不是淡赭石，土黄是土黄，淡赭石是赭石偏红，土黄偏黄啊，明白吧？这个是土黄啊，土黄它是偏黄的，那么这个是赭石，赭石它是偏红的，明白吧？别搞错了啊！大家都聊聊天，找个陪聊的人啊，回头一天聊2小时。没话说，不是不聊。像我哈，隔着屏幕还能跟你们聊聊，你要面对面跟我，那就完了，那看谁尴尬。收费。这样你陪我聊啊，你这个学费我就不收了，好吧？你也别收我的费了。所以说这个，你说是性格的原因还是教育的原因啊？所以我有时候会想啊，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老师总是不是说不要说话吗？不要交头接耳吗？上课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啊？我就上学的时候，跟同学们接触比较少，上课也不跟人，真是不跟人讲话呀，那是真不跟人讲话呀，特别上小学期间啊。画叶脉呀，等最后统一再画啊，咱按照这个步骤啊，一步一步的完成它啊，一步一步的来。好，这边有几个小花骨朵，让我瞅一眼啊。再来画2个小骨朵啊。心目中的乖孩子也是容易被遗忘了，对吧？是这么回事啊。好在咱争气呀，咱这个高考考得好呀。想忘让他们也忘不掉啊。这有一朵啊，这边还有，这还有好多呢。曲妹也不会是吗？我也感觉菊妹可能是那种属于偏向于社恐型的啊，我能感觉每次你跟我聊天都很匆忙，赶紧结束。
对，这是海棠花。对啊，和天大是相邻的啊。咱们群里边还有一位天大的学姐啊，但是比我大很多了。一位我们天大的学姐。是不是画完1号链接？你画完1号链接的课哈，我能保证你进步很多，真的非常有自信。哎，我忘了啊，之前说给大家看看我以前教过的这一些同学的他们的一些进步的作品，忘了给大家看了，都是零基础的，上来就跟我学蘑菇。最后画的可好了，可能是正是因为他们是零基础，胆子大，你知道吗？胆子特别大，也不知道哪个难哪个简单，老师教啥画啥，最后还成了。谁要把你拉黑啊？我这课程是多少节？我暂定的是一开始大家都说想学蘑菇嘛，都好多同学私信我，要我开课教蘑菇，所以呢一开始我就说那就以蘑菇小写意为主吧，然后加一点这种动物。所以呢这个蘑菇呢，我想的是来个50节，小写意来个50节。再来个20节这种动物画，但是啊，可以调整嘛，毕竟这个东西，咱又不是说上来就不能调整啊，随时都能调，咱不跟以前似的了，以前做不了主，现在能做主啊。叫什么？回头我再想想啊，这个问题我再想想。这片的叶子啊，你看看它这几片叶子的安排都特别具有深意啊，就是为了卡这个花的啊，不然这个花呢是完全看不到，太浅。那么安排的时候，你看看，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啊，是跟我让大家勾线别勾得太死一样啊，别勾得哪都勾，对吧？就是差不多一个道理。你看啊，那么勾线的时候，一条线这个线我让你会注意虚实，间断性的，对吧？我是这么说的，对不对？看到了，想问动物有没有蘑菇？动物是偏小写意的啊。那么这个叶子的安排，你看看它也是有空白的地方，你不要把这一圈说是红花需要绿叶衬，你把这一圈全画成叶子，那也不行啊，听到没有？那个也是那就太难看了啊，千万不要犯这种错误。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把这个底下这一块啊，这几片叶子呢，也给它补充完整。补充完整，咱们今天的课程啊，就先到这儿啊，不然的话，这个视频太长了，传不上去啊。昨天剪2遍才给剪好。看看这边的叶子啊，这边几片叶子就很漂亮啊，非常具有这种造型感，刻意安排的啊，刻意安排的。简单的一节课一幅啊，像这种呢，比较复杂一些的啊，内容比较多的，咱们就2节课一幅。不然如果再来1个小时，我怕大家受不了。如果下节课画完的早的话呢，我们就再画一幅写意的作品啊，就给大家增加一点内容，就画点别的。哎呦，现在这个上学，我不知道能不能上了啊！呀，俏妮儿怎么了？送了个妙笔生花，谢谢啊！别送啊！赶紧让你弟弟买个课就行了啊！你不要送礼物了。你那个弟弟呢？对，现在哎呀，一开始，现在都在家里待着。我没看见啊，星星小姐姐，你给我送了个啥？给他送我的时候，我正在低头画画呢。谢谢啊。对呀，麦克后在雪浪上看啊。谢谢菊妹，不要再送了啊！大家都不要送了啊，没必要。好，那么这片画完啊，暂时呢我们就到这儿了啊，今天就到这儿。剩下的一些下一节课肯定是能画完的啊，下一节课肯定能画完。画完之后，把这该勾的勾，该点的点，就会很漂亮了。就像我之前发抖音里边有一个画的那个蔷薇花啊，蔷薇花那个方法差不多啊。那么今天教给大家的，发现没有？没有太多的什么，没有太多的撞色，画这个叶子就比较简单，对不对？不像第1节课牡丹花那个叶子各种颜色里边让大家往里边撞，是吧？那么这个呢，相当于平涂了啊，相当于直接是平涂。所以平涂的这种方法，你用好了之后，画出来的东西它同样也好看啊。因为中国画是一个平面性的，中国画和西画不同啊。中国画讲究平面性，这个平面性你如果做好了呢，它也是很美啊，很美，不一定非得有立体感、有体积感，对不对？那么居廉居巢那种是什么？因为居廉居巢，他们那个是清末的画家了，对吧？那个时候中国画呢已经受到了
西画的一些影响了已经会讲究一些光影讲究一些这个那个的，对吧？所以呢，稍稍他那边岭南画派那边又是一种革命派，比较是先驱型的所以呢，他会接受外来的一些东西，所以有区别，明白不？今天不画完了今天再画完就得画到11点了，明天晚上接着画完，画完之后有富裕的时间，那再画一个别的画，好不好？是的，所以这两种画法不大一样这种呢是平面性拼图，那么拼图的这种方法大家一定要掌握好，非常好用这个包括当代就是我们现在你看一些美展上的一些作品，很多莫古画都是这种直接拼图，很简单的，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撞色拼图拼图，然后各种颜色的拼图画出来就也很漂亮，还具有一些现代性有这种现代审美在里边。今天画的是路易菲的作品今天画的是路易菲的作品。哎呀，已收107了吗？107，哎呦，刚好达标，好像，达标了，谢谢大家对，如果再画下去，内存超过10个G 就不让上传了，那我就得分成2节课剪，那最后得剪出120乘以240节课了不好，而且大家看的时候也比较麻烦。好了，那么今天咱们这个还打广告不？任务完成了就不打了吧？喜欢老师课程的同学可以点击这个小黄车里边第一个链接就是老师的这个课程回放，高清回放永久的120节，课程内容是会非常丰富每天呢会给大家提前告诉大家画什么内容，而且购课的同学会在收到老师的一些学习资料，比如说这节课的这个线稿对不对线稿，还有一些这个原图，包括老师画完的这个图都会发送到这个学习资料里边以及呢以后老师自己的一些库存资料等我整理好也会传上去等我整理好了也会传上去。所以呢还是比较合适的后续如果有什么福利还会继续增加已经有好多同学呢也是非常替我操心因为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授课卖课的事情都比我还着急谢谢大家。然后提了很多的建议我也是有些呢我也是很想采纳的，到后面有时间了之后我会慢慢的采纳一些建议好吧，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我联系，好吧，可以在群里边进入到咱们群里边，在群里边说也行，跟我说也行。对，那么今天一会儿我得剪视频，主要传的特别慢，传完之后他还得审，他还没通过呢，他的审核到明天白天才能出来结果没通过我还得重新剪，就有几次传的比较晚，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通过。这是墨古画，这不是工笔画。谢谢大家刚刚谁又送我一个什么礼物谢谢紫气东来，谢谢月下清河。好的，谢谢菊妹，拜拜。那么今天咱们的课程到这儿了明天晚上7点钟我们完成这幅作品，拜拜，晚安。